我11月结束了和 S 5年的感情。当初他为了能不异国恋，他让我辞去国内非常体面且轻松稳定的工作，去美国再读一个硕士，然后转行当程序员。我们当时很相爱，他也承诺到了美国就结婚。我当时真的很想嫁给他，很爱他这个人，而且我们两个各方面条件也都合适。虽然我比他大5岁，我于是狠心辞了工作去了美国。到了美国，他工作，我上学，但我非常不适应学业，完全不感兴趣。因为我所学的和我之前的工作简直就是南辕北辙，没有关系。我除了英语好以外，没有任何优势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我没有找到工作，他也因此一直没有履行承诺和我结婚。你们这个婚姻的前提是你必须找到工作。哎呦，他还挺为你着想，他真的是蛮在乎你的个人成长的哈。好严格哦，好严格的未婚夫哦。嗯，天哪！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拿不到 offer 的女人，休想跟我结婚。他也因此一直没有履行承诺，并在此期间各种精神出轨。他会在各种平台上关注很多附近有工作的女生，就是筛选标准就是有工作。这么喜欢工作，他会在各种平台上关注很多附近有工作的女生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他还会偷偷加一些人的联系方式，我跟他各种吵架。然而，我觉得已经牺牲太多，我不能放弃这段感情。这5年有4年都在拉扯。他想分手，我不同意。去年11月，我发现他开始在小红书上私信别人了，说觉得对方很有意思，能不能认识一下？私信主动出击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你还一直都看看。以前他也会加联系方式，但说的都是正事儿。能有啥正事儿啊？一对陌生的男女在互联网上相遇，能有什么正事儿啊？啊？还正事儿上了。这次是明显找下家了，我实在绷不住了，彻底分手了。分手之后我真的非常痛苦，我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，但却什么都没有。我想知道我哪里错了呢？就是不要付出一切呀。嗯，这还不知道哪里错了吗？疯了，错在寻思啥呢？我的天，还我哪里错了？哪里错了？哎呦我的天！不是，就是说，就是不是，就是不是，就是姐们儿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得见吗？你看着我，一个男的。说喜欢你，恭喜吧，这些会得奖的。说喜欢你，完了你在已经有很好的工作的前提条件下，一个男的让你辞职，重新上学，转行，然后娶你，
你就信了？怎么听进去的？这堆东西如果倒过来，我还算他是个人，是吧？先娶个你，跟你结婚，一起面对，然后给你交学费，然后帮你找工作，对不对？你这是反过来，你得先辞职，然后自己上学，求职没求到，他不跟你结婚，你还被动上了，你还不舍得了，你还割舍不下了，你们在一起5年4年都在拉扯，他想分手你还不同意了，你凭啥不同意啊？这你说了还算吗，姐妹儿？人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的位置上？不立危墙之下，没听说过吗？为什么人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呀？你在干横吗？赶紧看看吧，国内那工作你回来干的话，还行不行？快回来吧，啊，好好工作吧。还有4分钟发券，咋想的呀？再上头也不能这样呀，这咋想的呀？咋想的？就是爱这个东西，不是就是哎呀，这不是爱不爱呀？这不是生活常识吗？这不是啊？晕，头晕，俺的脑胀，晕呐！但我要向你倾诉一场我的艳遇，也是我26年来第一次和网友见面。2月6号，哎呦，这么近啊！我天哪，刚发生啊！2月6号，我在小红书刷同城帖子，小红书还能刷同城帖子啊？我怎么不知道这功能？没有呀，什么关注、发现？哦，哎呦，哦，这还有个上海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小红书让我用的。哦，哦，就在旁边。1月到3月去上海，建议去，不建议去。我看看，建议去外滩，建议去吃蟹黄汤包，宝藏景点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哦呦，哦，我刷到 ins 了。哎呦哎呦，嚯！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哎哎，对，啊！2月6号，我在小红书刷同城帖子时，看到一条有趣的评论，顺手点了个赞。于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转动了。他31岁，以前是飞机工程师，现在在成都是几家连锁餐饮的公司老板。不上海同城吗？业余，哦，你不在上海，哦，对对对，我错了，你在成都啊，我错了，乱了，我有点乱了。业余时间喜欢滑雪、游泳，偶尔弹弹吉他，热衷于健身和各种极限运动。
他说他和我一样也是安阳人，我在老家从事剪辑行业。他说有想法回来考察市场，这怎么又变了？琢磨着开分店，就想让我这个本地主流消费代表带他在市中心转转。2月13号，哎呦，现在这个招数怎么都这个世界这怎么日新月异的呢？这是什么招？本地主流消费代表带他在市中心转转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发券了，朋友们，先抢券吧。哎呀，学无止境啊，这都什么呀？这都是，这都什么？2月13号晚上7点，他当时就坐在咖啡店靠窗的一个位子，黑色大衣挂在椅背上，中领的黑色针织内搭，外搭着一件褐色的马甲，右手在翻开菜单选咖啡，脚边放着一个有航空图案的黑色登机箱。哈哈，这不演电影了吗，哥？他后来跟我说，他喜欢看《浴血黑帮》，穿搭风格被男主角影响到啊，不是演电影，演的是电视剧啊，英剧，演的英剧啊，这太演电影了啊，不是电影啊，破案了，人家是那个啥 PK 半打。半殴打 of PK 半打，帽子一戴，想象中脑海中是那样的，他脑海中是那样的。他看到我立马站起身跟我招个招手，气质在人群中很出众。之后他请我喝奶茶，你俩不在咖啡店吗？吃饭等待电影开场的时候，哎，这位本地主流消费代表，你带他在市中心转转，看什么电影呢？是什么电影只有你们安阳有，成都不上映呢？等待电影开场的时候，我们在他的酒店房间里探讨了一些餐饮广告的门道。刚刚那个咖啡厅是容不下你们俩了吗？刚刚那个咖啡厅不是靠窗坐的好好的吗？黑色大衣都挂在椅背上了吗？不是，这怎么一个蒙太奇就出现在酒店的房间里了呢？这是什么剪辑手法？是哪位 director 教你这么导的？会否有点太快了？关键这个剧情也匪夷所思呀，探讨了一些餐饮广告的门道。是什么餐饮广告这么见不得人？非得在酒店房间里探讨？这是什么影像风格？刚刚不是 PK Blender 吗？这怎么突然酒店房间探讨餐饮广告了？啊？大哥，这中领的黑色针织内搭和褐色的马甲是脱了还是穿着呢？搁酒店房间，这脱也不是，不脱也不是，这对吗？比如怎么在短视频平台打造个人 IP， 探店视频怎么拍，剪辑手法有什么讲究，还有个人创作思路等等，真探讨啊！我误会大哥了，我脏，都是我太脏了，我脏 dirty， 我的 heart 太 dirty 了，真讨论上了。打造个人 IP， 探店视频咋拍，剪辑手法有啥讲究，还有个人创作思路，真讨论上了。啊？不是你讨论这个，你们就坐那咖啡厅讨论不得了吗？
他说他不喜欢看动画片儿，我说我也看不懂二次元。哪吒二给我俩都看困了，看完已经凌晨了。什么玩意？哦，对，他们现在酒店房间探讨这些，探讨完了，俩人一起去看的哪吒。啊，把那个哪吒那个画册弹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官方的那个番外。看完已经凌晨了，我俩一起往他的酒店方向走去，风一吹，给我冻精神了。他问我要不去哪儿再吃点喝点，我说不用了吧，然后他就给我买了杯饮料，我就走了。我心太脏了，人家俩人是真探讨，看完电影喝了杯 VC 饮料走了，我太得体了。14号我有事儿放了他鸽子。哎呀，姐们儿，你也是，哎呦，我真是，你也是，你这节奏也是，蛮，啊，是我把你想简单了啊。行，你行。14号我有事放了他鸽子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哥来这个你们这儿，来你俩的老家，回老家。想约你是说约本地主流消费代表带他在市中心转转，本来约的是13号、14号2天，是吧，姐妹儿？13号你跟人家看了个电影，讨论了一番业务，完了喝了杯什么玩意儿饮料撤了，然后14号你给他闪了，第二次，行，第二次见面我们在公园的草坪上晒太阳，那是几号？15号。他大学在广州念的，也是想着离家越远越好。这个也是从哪来的？他跟我讲了他的感情史和恋爱观，还邀请我跟他一起去成都继续我的专业，帮他拍视频做剪辑。不会真是来聊工作的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真的是来聊工作的吧？我沉默表达了拒绝。他陪我在车站等车，日暮将至，他关切地说：“要不要我帮你把大衣的扣子扣上？”行，装不下去了。我说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结果我扣半天没扣上，他笑着说：“还是我来吧。”他人很高，微微弯腰，特别认真地帮我扣扣子。说话的时候，我前面一缕头发被风吹乱，他又特别自然地帮我别到了耳后。我说：“我经不起被这样撩拨。”我们正聊着，车忽然就到了，我们挥手告别。不对，你刚刚这句话他没回应啊！我经不起被这样撩拨，大哥一句词没给啊！这不对，这剧本谁写的？这行不行啊？你们探讨半天短视频怎么拍，这没下文了呢。车忽然就到了，我们挥手告别。我刚坐在车上，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：“不行，他是 PK Blender， 我得代入一下。”车来得好快，还没来得及拥抱。我回他：“那要不我下车？”紧接着又补充：“哈哈，我开玩笑的。”他秒回我：“你如果认真了，我就追过去。”追公交车？没事儿吧？追公交车？哪一出啊？浴血黑帮有这段吗 ？PK Blender 这么大个 PK Blender， 伦敦黑社会在安阳的街头追公交车。
别致吗？我觉得我确实心脏了，人家好像是纯爱那种的。我看开头我确实心脏，我道歉啊。什么意思呀？这都是，太可怕了！穿一身黑色针织衫，小马甲一穿，提一个航空公司标志的小行李箱，追公交车。哎呀，我心脏了，是我心脏了。今天他要回成都了，我说一路顺风，我说一路顺风，认识你很幸运。他说他也是。我知道我俩阶层差距很大，也知道他可能在向下兼容我，但现在还是有点难以释怀。不是都说年少不要遇见太惊艳的人吗？可是没人跟我说遇到了咋办呢？我觉得你的处理，姐妹儿，堪称满分啊！很少有人能像你处理的这么好啊！我看前面我已经对你非常担心了，你处理的非常好，你就这样，你可能是个天才，你不用问我，以后我多向你请教吧，你处理的非常好。真的，你真的有可能是个天才，你处理的太好了，进可攻，退可守啊，还蹭了一堆这个打造个人 IP、探店视频、剪辑手法的这个免费课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真挺好。第一次来买你就脆脆吧，第一次来点关注吧，买你就脆脆啊，虾脆脆啊，鸡翅都比较好吃。天才啊，这姐们是个天才，真的，天赋型选手。你就这样吧，挺好的啊。因为你的缘故，我对这大哥都有点改观。我该说不说，我确实是那什么了，我有点那个刻板印象。第一眼那个，我错了啊，我对不起啊。我读到开头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心里给人家下不好的判断了。我读到最后，因为你的存在，你坐在公交车上跟他说，啊，他先说的，车来的好快，没来得及拥抱。你说我要不我下车？他说如果你认真了，我就追过去。你们这一段小小对话，给我整的我。确实是我的问题了，确实给我整的是我问题，我真觉得纯爱上了，真的，我感觉他俩是真的有点那个爱情的火花，挺好的，就这样呗，慢慢处呗，慢慢聊呗，追车过后没追呀，没追，起票回成都了。能看到我吗？本人啊？啊，真是 IP 对上，我喜欢他，我看出来了，还有点纯爱，我看出来了，我知道，我说你处理的挺好的。我看开头的时候，我有点往那个歪处想了，我看到后来感觉到了，是吧？咋追啊？现在没发展了，不考察安阳市场了，你让他再来考察考察呗。要不你去成都考察考察？你还要追他？
他不回来。是啊，那你有没有点反应过来呢，姐妹儿？啊，姐妹儿，你冷静冷静。他开始找你，不是说想回老家发展什么的吗？这那的。然后来了以后，假装做了一圈市场调研，说不回来了。他要真喜欢你，他就又来了。啊，姐们儿，你不用追。我觉得你现在处理的就很好，你就有一搭没一搭的俩人微信聊个天儿。他喜欢你，他会回来的。你还追他？你追啥呀？你追什么追？你俩就微信该聊啥聊天，该聊天聊天呗。你俩这那天气氛都已经顶到这个位置了，我经不起被这样撩拨。车来的好快，啊，先生，我经不起被这样撩拨。车来的好快，还没来得及拥抱。那我要不要下车？你如果认真了，我就追过去。你看这气氛都顶到这儿了，姐妹儿，后面你俩就微信上聊呗，先聊呗，聊聊天儿。你感受感受，你觉得他会不会来找你啊？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？你感受感受。不会，什么不会？不会感受是吗？不会感受还是说不会喜欢？不会来找的，不会喜欢。哦，行啊。那剩下的就是只有一句注意安全送给你了，姐妹儿。实在控制不住自己，就注意安全。放弃了，不错。这姐们儿，哎，我就说你是天才嘛，你还不信？恋爱有的是啊，谈呗。一段危险的旅程结束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注意安全就行了，没啥。我觉得呢，就是你想要再怎么样呢都行啊，你就反正核心的核心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别离的话不必多讲。安阳，安阳，别离的话。
啊。这歌不给你写的吗？这位安阳的朋友，这不就是给你创作的吗？不好听，哎，这品味也一般。啥好听啊？你说啥好听啊？刚那玩意儿是什么来着啊？喜欢听这个啊？是不是喜欢听这个？快，服务员，把我那个褐色的马甲给我拿来，还有我的黑色高领毛衣，快点！针织衫呢？我的风衣呢？我的马甲呢？我的小帽子呢？服务员没在，算了。跟你说，我优点不多，就是学的杂。感谢星辰送的礼物。咋讲是吧？咋讲？这对吗？哎，我看一些古装片，好像是那个什么太监会自称杂家。算了，不重要。哪去了？刚这个？哎，看这朋友呢 ，PK 不敢打他啊，站这儿，好吧，下面来下一封了啊。还有5分钟发券了，感谢。刚刚那歌就是那个就叫什么浴血黑，就 PK 布兰达那个玩意儿，那个剧的主题曲吧。又想听 QQ 爱了。咱还没到那个有 QQ 爱的那个氛围啊！音乐重要的是什么？正如我卖的酒一样，总有人问我哪个酒最好喝。没有最好的酒，只有适合的酒；没有最好的音乐，只有适合此刻氛围的音乐，是吧？刚刚那个就听一个那个，行啊，姐妹儿，没事啊。你要是想跟这个男的再见个面呀啥的都行，也还无所谓的，你就注意安全就行啊，千万要注意安全，都无所谓的。谁能管得了谁呀？注意安全就行啊。这句你可听进去了，全方位的，每个细节的注意安全啊。但我今年33岁，和男朋友是高中同学。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异地7年，然后我不顾一切跟着他来了北京工作生活。就在今年情人节前后，我发现他背叛了我，他在外面找了不止一个女的。第一次被我发现，他骗我，他去见男同学，其实是和女孩逛国博。这出轨约会的项目，有必要这么有文化吗？我的天！
还有亲密合照，微信聊天也很暧昧。我非常震惊和痛苦，跟他摊牌说这个事儿。我说要么分手，要么以后家里钱我管。为了控制他的行为，他为了安抚我，他把自己的存款8万块打到了我的卡里，让我管钱，说自己跟那个女的不算出轨，想让这事儿过去。然后没过2天，我又在他的硬盘里发现他跟另一个女孩接吻的视频。我彻底死心了。视频里他还说要娶那个女孩。我这不是都是大家都是什么行为逻辑呀？这都是。他不会告诉你这是他接的一个短剧吧？啊，姐们儿，你会不会误会他了？哥们儿在外面找的副业，拍了个短剧。我们在一起10年，每次说到结婚，他都含糊敷衍我。现在他不知道我已经看过那个接吻视频了。我经过1周的折磨，我还是想彻底分开，但是我不甘心，我们不是夫妻，我没有办法拿到赔偿。我特别想拿到赔偿，然后重新开始生活。但是他这个人对钱看得比较重，平时也不怎么给我花钱。我算是免费当了快3年的保姆，和浪费了10年的青春。我走到今天只能接受现实。但是我要不要一直跟他耗着？我想拿到钱，还是就这么算了。我的姐妹说我太懦弱，不敢撕破脸争取钱。我也是恋爱脑，不想结局太难看，想好聚好散。但我应该问他要分手费吗？还是直接离开？哎，最近都是靠看你的视频熬过来的，每天都很崩溃，还要打起精神上班，太折磨人了。我在家还得装不知道，我真受不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不是我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吗？这8万不是打给你了吗？视频你应该也存到手机里了吧？然后你问他，你先把那视频给他，你说这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8万我再还给你多少合适？你问问他，交给嘛，大家商量嘛。你说这8万块钱，你本来给我的，你觉得我再还给你几万呢？你看看这视频。发券了，来发过券。哎，虽然我是不建议啊，没必要。你让他这听下来，他最多就是给你8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要是跟他扯这个吧，容易把自己扯得特别恶心，特别难受。哎，当然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反正要是我就算了。扯这个真是容易把自己给扯废了。真的，我建议就算了。但是你要是实在不甘心，你就按照那个，你就刚那种，你说是吧？还你多少呢？人家就商量商量。但你相信我，姐们儿，10年之后你回忆起来，这8万块钱，你会挺膈应的。刚发券了呀。加赠神汽水牛奶1箱，抽5个人。神汽水牛奶，在所有买了的朋友给抽啊！感谢客户。你不要跟他一直耗着了，这手肯定是要分了。你要是气不过，想发脾气，你就跟他吵一吵，说知道这视频了，然后问他这钱怎么弄，跟他就吵一吵嘛。也行吧，这人也不是吧？人都正普通人，这谁能不闹心呢？搁谁都闹心是吧？我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姐妹儿，我置身事外我能出这种主意，但你是置身事内，你有权利发脾气啊，你有权利跟他闹啊。
好吧？但我和女友的感情是，她30岁，我35。刚开始的2、3年感情都很好，但是后面想着结婚，就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形象身材也越来越胖，开始打呼噜。她睡觉很轻，我一打呼就会醒。后面就开始分床睡，开始还好，后面呢，感觉感情也越来越淡了，两个人的关系有点疏远，都忙于工作。我先说我的缺点。在这个中途，我对他的关心越来越少，自己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是聊天软件上约过其他人出来玩，但是没有干嘛，被他发现了，吵了一次。后面发现他渐渐的对我有了生理上的抵触。现在呢，说点他的缺点。和他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们双方没有见过对方的父母，每次我父母想见他，都会有各种理由逃避。他身边的朋友，我就只见过一个，其他都不让我见啊。再见吧，那你俩就是再见吧，你俩都再见吧。放过彼此了，兄弟啊，你俩放过彼此了。行了，这后面不用看了吧？我的朋友想见他，他也不见，那就放过彼此吧，你俩。你那约会软件你不也下好了吗？给他也下一个，真诚祝福吧，彼此祝福，俩人那个各奔东西吧，啊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赶紧吧，放过彼此吧，啊。这后面都不用看看，多吓人呐！这没法处啊。蓝莓下一场有，预约一下下场直播。哎，我俩现在分居1年多，拉拉扯扯，表面上都觉得分开了，但是心里还是想在一起。我想问，是果断离开还是继续？赶紧散了吧，兄弟！啊，你俩就是放过彼此。这不是缺点不缺点，你俩是真不太合适。但我现在读研提前返校，宿舍里只有我自己，做完实验一个人住，可能类似提前独居吧，就是澡也洗不了，食堂也没饭而已。我很难不感到孤独。我马上24岁，很想谈恋爱。本科的时候觉得都是快餐式，聊个聊感觉对方不真诚，我就没再继续了。这会儿想体验恋爱，因为孤独缺人陪伴。这是想体验恋爱吗？是因为孤独。上学期在学校表白墙找到了刚上大学的小帅弟弟，这还有这玩意儿？表白墙？我没想到对方会因为谈恋爱太费钱，他不乐意谈了而拒绝我。骗你的吧？可能我也不太会表达，让人家觉得我不够喜欢他，而且我也不太会付出什么的，被人家嫌弃了。总之我结束了一段稀巴烂的暧昧，还习惯了有人家陪我的日子。你接着上那个墙上找去啊，那墙上满墙就一个小帅弟弟吗？暧昧没谈上就像失恋一样，我都觉得好笑。现在再让我找新的人，好像也是同样的手段，好像是流水线一样的认识人，我自己都感觉没意思。可是我真的好想体验一下搂搂抱抱亲亲啊呜呜呜呜呜，可是我还卡颜，丑的我还不想亲。下学期就该找工作了，估计也没时间谈恋爱。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找表白墙呀，在哪里成功过就去哪里再次成功呀。这什么呀？这都是脑子怎么这么乱呢？都哪里成功概率大，哪里有成功经验，你就再去哪里呀。以后工作的也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要给自己上难度呢？咋想的呀？都回表白墙找去呀。不是这不是啊？回表白墙找去吧啊！快去吧啊！